大家好，今天要尝试解决两个麻烦的问题种植土壤湿黏与湿黏土壤如何快速除草虽然至少已经有2个星期没有下雨但是这靠近水池的菜床呢，依旧非常潮湿通常比较懒的做法就是直接种植耐湿的作物而土壤一湿黏呢，要除草就非常麻烦尤其像这样密集的小草，不管是用割的或是用拔的不但不好使力，还会带起很多土壤。首要当然得先找出造成土壤湿黏的原因一旁的水池算是最被公认的祸首但是当场景拉到一旁，土表却是干的这主要的原因是这侧的菜床地势比较高水往低处流垫高菜床其实就可以解决了。但现在这个时间点要垫高菜床并不理想毕竟现在不是处理一旁杂草抑制席走道的好时机而这相隔一条排水道土壤的湿度就有很大的差别前一天先将杂草带土刨起观看一下一日照的变化翻起来的土壤可以干化，但原地却是一样是湿的而要同时快速清理杂草，也解决湿黏问题呢，最快的方式就是把影片调到50倍速老实说呢，慢慢做也不需要多久施作的方式从这一侧观看会更为清楚首先将土表的杂草直接刨起这里一共分成3段完成这样可以省一点力气跟时间左侧靠近水池要拿来堆放干净无草的土壤在堆放土壤前，顺道先将土壤翻松这晒干后呢，只要将表面再铺平，就可以种植了。另外呢，在右侧要将土壤挖起堆放到左侧去右侧凹槽则是将刚才刨起的杂草与杂土摆进去杂草不需要做脱土的动作，原地留着就好。很像是在做堆草草的概念做完之后进行曝晒，等土壤干一点之后，再对杂草进行脱土，会容易许多不过这过程呢，若是杂草已经带有草籽呢，得先进行割除，带离现场不然脱土的动作会不自觉的把草籽又带到土里而这样做，除非是新手才会觉得杂草就此不长种菜需要相信一件事情杂草无所不在不会长杂草的开放空间呢，要拿来种菜呢，就真的要好好考虑了。若是杂草很多，倒是可以自我安慰一下意味着菜地很优已经先克服了土壤肥力的问题而这样做的好处呢，杂草除了会变少之外也会主要集中在右侧后续要再清理会更为方便也省时做完之后呢，在另一组菜床上意外的多出了可以容纳杂土与杂草的空间因此就可以顺道处理走道上杂草抑制席上的杂土与杂草抑制席虽然有出铁丝进行固定但只要直接拉起就可以了。将杂草抑制席收纳到河边呢，看会不会巧遇新桃太郎可以帮忙清洗快转时听到的奇怪声音不是鸟鸣声放慢速度就可以听得非常清楚因为非常畏惧人而被小孩子取名为惊惊的这只狗呢，每到放饭时间就固定会来一旁猛叫，感觉就像遇到软柿子一点都没有惊吓还有挑衅的感觉因为还是幼犬会到处乱窜也还碰不到它
所以才需要种个菜呢，就得做一堆防狗措施啊。换个角度思考，把它当成在跟人说该休息了就好了。现在刨起的部分只是要清理掉落到沟槽里的土壤与杂草啊，将它们一起挪到菜床右侧凹槽里哈。如果有依据地势做出排水系统呢，原本在杂草抑制席下方的土壤就尽量不要刨起啊，避免日后积水啊。当然，如果发现遇到下雨，某处会积水呢，也可以顺道调整地势啊，进行补土的动作了。由于高大的杂草日前都已经清理过一遍哈，现在又长出来的小草就可以用锄头一起刨掉了，再堆到菜床右侧哈，一起做日光浴。除了快速除草之外呢，也有帮菜床略微垫高的效果。最后再提醒一件事啊，使用锄头整理菜地时呢，如果要调整地形，要从高处往低处修整啊，这样刨起的土才会越来越少啊。接着就让这菜床进行曝晒哈，等洗完杂草抑制席，就先进行铺设了。以上是个人调整湿黏土壤的想法与做法了，有效与否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谢谢收看。